世界局势正在巨变，瓜分欧洲成为未来的重要议题。这不是预言，而是正在发生的事情。我们先来看两张图片，这是1898年列强瓜分大清的时局图。当时大清北有沙俄虎视眈眈，南有美国雄鹰展翅，中有英吉利垂涎欲滴，国土虽大，却已经成为列强的盘中之物。这是德国媒体发布的一张图片，棕熊和白头鹰依然威武，左下角的东方龙翱翔天际。这张图片被大家称为21世纪新的时局图，是时隔120多年后的一个新的轮回正式开始。欧洲人富了好几个世纪，如今终于轮到自己上不了牌桌了。如果你仔细研究一下欧洲的历史，你就会发现，欧洲和100年前的大清非常相似。第一，都拥有厚实的家底儿。大清是华夏1000年历史积累的底蕴，欧洲是几次工业革命和大航海时代财富的积累。第二，军事实力明显不足，大清武器落后，军备松弛，欧洲是中美俄欧4个玩家当中军力最差的一个。第三，都对外部拥有严重的依赖情绪。大清依赖列强调停，欧洲依赖美国援助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现在在欧洲身上发生的事情，几乎就是当年大清剧情的重演。当俄乌的战火燃起，欧洲举债援乌；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公开表示，美国和欧洲的价值观不一致；当俄罗斯拉着美国在沙特谈判，却没有给欧盟留位置，我们就应该清楚，美俄收割欧洲的大计已经正式开启。欧洲即将沦为列强们的盘中之物。我知道你可能对现在的局势非常的困惑，不要着急，我们今天就一次性的讲清楚这个问题。我们首先来说一个经常被大家所忽视的常识：世界第1大经济体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不是美国。1991年苏联解体，美国成为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，但那个时候欧盟才是世界第1大经济体。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了1999年，那一年1月1号，欧元正式发行。欧盟想要挑战美元的强势地位，为了打压欧元的崛起，也为了抑制欧洲经济，1999年3月份，美国发动了科索沃战争，一战打得欧元贬值了30%。然后1999年结束，世界各国统计 GDP， 美国一举超越欧盟，成为世界第1。那你说这是巧合，还是有人故意为之呢？自从科索沃战争之后，欧洲经济就持续低迷。2000年、2001年，欧洲连续2年经济原地踏步，而美国则坐稳了世界第1的位置。直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，美国多线用兵，经济承压，欧盟趁机反超了美国，再度成为了世界第1。这种局势一直是持续到了2014年，也就是说，在中国经济最辉煌的黄金时期，世界经济最强的地方一直都在欧洲地区。美国人一看这情况又有点不对了，就赶紧在2014年拱火了俄乌局势。那一年，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动手，俄乌第1轮冲突爆发。1年之后，欧洲局势动荡。2015年，欧洲 GDP 大幅回落，美国再度从欧盟手里夺回了世界第1的宝座。你说这难道是巧合吗？更有意思的是，由于疫情冲击叠加俄乌冲突的双重风险，欧盟的 GDP 现在已经被咱们反超，变成了全球第3大经济体。很多人一直盯着日本的衰落，但欧洲的衰落速度其实也是非常离谱的。从世界第1到世界第3，他们只用了20年的时间。从2008年至今，欧洲的 GDP 几乎是原地踏步，累计增量只有6%，而美国这个数字是82%。咱们则是惊人的300%。你说欧洲在21世纪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？我之所以要把这段历史讲得这么清楚，是为了告诉你，列强瓜分欧洲的态度其实一直都没有改变，只不过一开始参与这个瓜分进程的主要是美国人。到了201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后，俄罗斯也加入到瓜分欧洲的行列。我们不用看各国明面上是怎么说的，我们就看最后的结果。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果就是俄罗斯拿下了领土，美国 GDP 重返世界第1，华尔街趁机控制了乌克兰黑土地的经营权。用今天的话说，就是土地归俄罗斯，资源归美国，剧情是一样的剧情，只不过这个客观事实经常被人忽视而已。不信你回顾一下1999年科索沃战争至今的世界局势，全球只要打仗，是不是最后买单的一定是欧洲人？科索沃战争崩的是欧元和欧洲经济，中东打仗难民潮冲击的是欧洲政局，俄乌冲突炸的是欧洲的北溪，打的是欧洲国家乌克兰。自从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，欧洲的资本跑向美国本土，产业流向东方大国，能源命脉被美国人控制。美国人不允许欧盟买俄罗斯的天然气，然后自己以3到5倍的价格去赚欧洲人的钱，让法国和德国能源命脉一步步被自己所控制。至于俄罗斯，
他要的主要是土地和出海口的战略位置。目前来看，他们的目标基本都已经实现了，三方列强都挣得盆满钵满。可是代价是什么呢？答案就是欧洲。更搞笑的是，你知道俄乌冲突还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连锁反应不？那就是欧洲武器也即将完全的美国化。之前欧洲很多武器都是独立自主的，但是乌克兰战场消耗了大量的欧洲武器库存，再加上欧盟内部各国被美国渗透成了筛子，导致最近2年欧盟大规模采购美国的装备。比如说德国就花了上千亿购买美国的 F-35战机，而这一块法德是有自己的技术能力的，以前一向都是自研，结果现在竟然要找老美去买，你说滑不滑稽？